去死！开天珠，给我打！大前辈，去！天地玄黄，出尽如履历，大神变出，遇神杀神！哇！弟子南极拜见掌教师尊，不知师尊召唤弟子有何之事？那人间纣王荒淫狂悖，竟敢在神像前亵渎蛙圣，因伤气数已尽，该我阐教担当。你即刻下山去寻那修仙之人，若遇悍妇将其打出门外，你便可替他开天门。上昆仑。是。封神大战将起，若主臣服，必使我阐教矣。快点！等我忙完，好好伺候我。呼风唤雨，撒动陈兵；呼风唤雨，撒动陈兵；呼风唤雨，撒动陈兵。江上，季大哥从军中回来，你赶紧去做饭。哎呀，夫人帮忙去做，我正在修仙呢，修仙才是大事儿。你脑子是不是进水了呀？就你这一介凡夫俗子，你修什么仙呢？你自己去看看，家里的地都荒成什么样了，屋里都揭不开锅了，你还得修仙？我看你呀，是修仙人吧？哎呀，夫人此言差矣呀！圣人云：吃得苦中苦，方为人上人嘛。纵今日食不果腹，他日修成仙道，可以救济天下苍生。所以修仙才是大事。为今修仙几十载了，略有所悟，切不可现在放弃，半途而废呀！你还有脸说你修仙几十载？当初你执迷不悟，张家视你如次子，让你入赘来我家。可你呢？你没有尽半分的丈夫本分，让我这一生无子。你说，这日子你还要不要过了？他个一事无成的废物，今日再不知道悔改，就滚吧！妈。哎呀，我大人，秦妹夫，江上啊，江上，你还是个男人吗？我两个女儿，小女儿嫁给张公子，那是当了贵妇；我大女儿嫁给你，你看看穿的是什么？这过的什么日子？你没有责任心，你是连羞耻心都没有了。哎呀，岳母大人，此言差矣呀！我刻苦修仙，便想未来出人头地，夫人也富贵吧。只是我们走的这段路啊，又长又苦，但保证风从某力出，梅花响之苦寒来。我修成仙道之日，便可朝阳破云。够了，别说这有的没的。今日我那好大儿从军中回来，你赶紧去做饭。要是饿着我儿，信不信我打断你的狗腿？嘿，齐妹夫不要嫌，要不让齐妹夫帮忙去做饭吧？什么？张上，你让我去做饭？你是蠢到连贫贱富贵都分不清了吗？你一个寄人篱下的赘婿，让我堂堂财主家公子去给你做饭？哎呀，都是亲戚一家人，何必分身份高低呢？今日你们多担待一点，他日我修成仙道之日啊，我保证天下太平，保你们人间富贵呀！我呸！哼！别
吹牛了，真是让人恶心。就是，你懒就是懒，没用就是没用，还在这说的冠冕堂皇，赶紧去做饭，要不然我就打折你的腿！没听见吗？赶紧去做啊！去做呀！你慢。哎，我去做吧。好好做，要是不好吃，小心我生气。你今天要是做的饭我小女婿不满意，你就去吃猪食。还猪食呢？吃猪屎吧！哎呀，岳母大人都是女婿，你何必厚此薄彼呢？莫欺老人穷啊！哎呦，哎，赶紧去做饭。这房顶之上竟然具有几分仙气呀！走，进去看看去。死江上，看上齐了没有？要饿死老娘啊！哎，来了，起来！谁让你坐下的？哎呦，我也要吃饭呢，为什么不能坐下呢？为什么？你还不清楚吗？张公子什么身份？是你也配和他同桌的？就是，像你这种60岁都一无所有的男人，跟你同桌，那都是我的耻辱。大家都是一家人，你们何苦如此刻薄呢？岂有此理！你这是在跟我顶嘴吗？啊！赶紧把他给我喊出去！看到这种废物都没胃口。听到了吗？赶紧出去呀！不要影响我的妖女婿！你们什么你们？赶紧给我出去！非得逼着我用家法是吗？哎呀！你赶紧给我推出去！这对我没脸面，我要你的命！哎呀！还有啊，今晚别上我的床，你上我的床，我打断你的腿！哎呀！哎，被汉服打出门外的男人，不就是他吗？我们可是夫妻啊！你为何如此薄情呀？我告诉你，江上，我一定受够你了，我要跟你离婚！这些年我修仙比谁都苦，不过是没有修成。你们为什么就不能理解我呢？我也要修成仙道，为家国天下！滚！赶紧给我滚！你个丢脸玩意儿！为什么？这些年努力，这一事无成，被人嫌弃。那你可以放弃呀。没事，我只是一个过路人。难道那些过路人也来笑话我吗？不是，我是来告诉你，如果你做一件事儿觉得苦、觉得累、觉得不值，你可以放弃呀。不，我不觉得不值。得道成仙，天下太平，这是我一生的夙愿呐。那不就得了吗？只要你觉得值，就不要抱怨，只管抬起头来向前走。苦到终点，路到尽头，终究会破茧成蝶呀。高山说的对，我修仙未成，是历练不够多，不愿以千难万险而涅槃。吴七、吴岳母，那些白眼嘲笑我江山的人，让我成仙回来吧。请随我来。开仙门！这是怎么回事？这是怎么回事？
今诚所至，今时为开。江上，你岂止如今？今天尊为你开仙门，还不快快入门？谁在说话？江上，你还不赶紧入仙门？你想一生埋骨凡尘吗？啊！王公，王公！这怎么回事？我这是要成仙了吗？成仙？哈哈哈哈哈！你还早着呢。是你是神仙？没错，我乃阐教道祖，元始天尊座下的大弟子，南极仙翁也。我奉师尊之命，带你到昆仑修行也。什么？道门师祖元始天尊愿意收我为徒？没错，师尊收你，那是你的机缘。至于你能不能成道，那就是你自己的事儿喽。哈哈哈哈！喂！师尊，人已寻到。啊！天尊，弟子江上拜见道祖天尊。凡入我门者，须脱胎换骨，九死一生，你可受得了？受得了。只要天尊收我江上九死无悔。好，有决心。那你从这里跳下去，先死一回吧。那你从这里跳下去，先死一回吧。你若是跳下去未成摔死，便是有修仙的潜质。可要是摔死了呢？要是摔死了，自然是就地埋了。这悬崖深不见底，高有万丈，我乃肉身凡胎，摔下去肯定会死啊！哎，世上修仙者有千万，修成者万里挑一，所以才难呐！啊！是啊，这怕死就是修仙的第一道门槛。你连这道门槛都跨不过去，你还修什么仙？好，这一跳，我就粉身碎骨。为了修行，我也义无反顾。这怎么回事？天姐，我怎么又跳回来了？今诚所至，大道开门，我就收了你吧。哎，师弟，快谢恩啊！谢谢师尊，弟子脚上拜见师尊。起来吧。谢谢师尊。既入仙门，就不用俗名。今我送你一道号，飞熊。以后你就留在我玉虚宫扫地吧。什么？扫地？扫地是入道之门，地扫干净了，心就扫干净了。要是连地都扫不干净，那你还修什么仙呢？好，那弟子以后就在这里扫地。
哪来个扫地的？老师您是？我乃天尊新收弟子，道号申公豹。你什么人啊？哦，是师弟啊，我是蒋自言，道号飞熊。我入玉虚宫已快10年了。什么？你入玉虚宫10年，那为何在此扫地啊？师尊说扫地也是修道，地扫好了，这道也修好了。嘿嘿。这么说，你在这扫地10年了？是的。哎呀，这师尊也太过分了点吧！这该死的豹子！怎么了，申师弟？我虽入门比你晚，但入门之前你修道1000年，自修成精，也数落这天下大能，却从未听说什么扫地也能修道。哦，我明白了，师尊这是分明看着你没出息，才骗你在玉虚宫扫地。不会吧？师尊乃无上仙人，岂会做这种卑鄙之事呢？不会，你看着玉虚宫门人成千上万，谁是扫地的？还一扫就10年？好像确实没谁了。哼，我入阐教才1年，师尊已教我100种仙法，如今更是邀我来玉虚宫吃仙丹，而你入宫10年还在扫地，你还修什么道啊？你还是赶紧下山找老婆孩子热炕头去吧，师尊压根就没有教你。什么？这该死的豹子，我出去收拾他去。且慢，师祖，你可千万别拦我，这个申公豹真不是个东西。你好心请他带来玉虚宫吃仙丹，厚待于他，可是他呢，在背后竟说你不好。这个申公豹真不是个东西。你好心请他带来玉虚宫吃仙丹，厚待于他，可是他呢，在背后竟说你不好。我不关心申公豹好不好，我只关心姜尚怎么做。师尊，您的意思是？我的意思是，世界之大，你永远无法期望每一个人都能够理解你或对你好，你只需要那些你看重的人理解你，不负你就够了。弟子明白了。所以，我们就看姜尚怎么做吧。哎呀，你啊，还是赶紧下山去吧。老头儿，我真的没法喊你师兄，喊了连我都跟着丢人。修道10年还在扫地，哎呀，难道这就是凡人的可悲吗？不，我已经没有回头路了，我必须要把道修成。没有回头路？什么没有回头路？谁在逼你啊？是的，家人逼我，老婆和岳母看我没有用，就把我扫地出门。天下逼我，明知我是善心，却民不聊生，所以我要修仙，我要救天下。可是修道之路，要么大悟，要么就粉身碎骨。我不成功，我非圣人。难怪师尊让你扫地，你都愚蠢到无可救药了。师弟，此话怎讲？你说此话怎讲啊？有人见棺材掉泪，有人撞南墙回头，而你扫地10年还不明白自己的无能，你在此还抱着幻想扫地能成仙。真的，我求你了，赶紧下山去吧！我无法忍受你这么个无能的师兄被外人知道了。我有个扫地的师兄，我都会跟着你成为别人的笑柄啊！这申公豹也太过分了！我今天非得出去收拾他们搞的。大师尊，您可千万不赖我！这申公豹既犯了道规，又犯了门规。今天若不收拾他，他就会玷污我们玉虚宫的清白呀！但是，要成就一个人，总得有沟沟坎坎，总得有阻拦和结束，才能够洗尽铅华，凤凰涅槃。师尊，您的意思是？我的意思是，要是没有申公豹的挑唆，又怎么能够练就姜尚的心性呢？哦，他们2个的心性将决定他们2个人的宿命，所以我还得为姜尚再加上一味猛药。啊，为姜尚再加上一味猛药？什么猛药？立刻，你马上以你的名义去召回云中子、广成子、赤金子、子航道人、黄龙道人一众师兄，就说我不喜欢姜尚，要赶他下山，看他做如何应对。是，弟子明白了。姜尚、申公豹，你们的机缘已到，
你们的宿命就看你们的造化了。哎呀，别扫了，赶紧下山去吧，听不见吗？师弟，实话说吧，我从上山那天就没想着下山。师弟，我还是继续扫吧。气炸我了，毫无情商！我都跟你说了，不能让一个扫地的给我当师兄，你听不明白吗？冥顽不灵！师弟，你过分了！过分什么了？打了我吗？啊！不要对他客气，把他赶下山去！赶下山去！哎呀，大师兄、二师兄，哎呀，各位师兄，我想死你们了！子牙啊，神师弟说的对，你在这儿扫地，只会让我们玉虚宫丢人。我劝你还是尽早的下山吧。大师兄，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是师尊叫我在这里扫地的呀。是师尊让你在这儿扫地的。你知道师尊为什么让你在这儿扫地吗？师尊说，扫地可以修德，扫地如修心，地扫干净了，心就干净了。但是师尊认为你没有天资，只配扫地而已。本以为你扫一阵子地就会顿悟离开，没想到你还当真的了啊！什么？是这样的吗？当然是这样的。你看我玉虚宫门人，谁不会仙术？只有你还是肉体凡身，垂垂老矣。就连我的弟子都会呼风唤雨，打斗成名。你会什么？哎，师兄，他会扫地呀。我说扫地师兄啊，我告诉你吧，大家可都是高人，谁愿意跟你同门呢？真是窝囊，还没有自知之明。没错，赶紧滚吧！滚吧！赶紧滚！滚吧！啊！滚吧！听见了吗？滚吧！赶紧滚！滚！滚吧！赶紧滚！滚吧！啊！大师兄，当初你说师尊看我有仙根的，才带我来昆仑的，如何师尊如此待我？哎，这我怎么知道？那是师尊说的。师尊说你天资平庸，所以只配扫地。不可能！王侯将相，雷有种乎？我江上生可不义，心怀天下，愿本身心过而闻道，我怎会只会扫地呀？师弟，别喊了，我劝你还是赶快下山吧。现在师尊已经冷落你了，你还赖皮赖脸的在这儿待着干什么呀？赶快下山吧！啊！就是啊，自取其辱啊！滚，赶紧滚吧，滚吧！滚下山去！江上他会怎么选？不，禅将来修道大败，师尊来得道高人，怎可能如此待我？今日师尊说不来，亲口赶我，我绝不离开。忍人不忍，能人不能，有自己的主见，不被他人挑唆，堪当大任。别扫了，听不见吗？连扫帚都拿不稳，还想扫地呢？真是个废物！扫了10年地了，还想修仙呢？赶紧滚吧，别给我们玉虚宫丢人！对呀，滚！赶紧滚！我说你是不是年纪大了，耳朵不好使了？让你滚，没听见吗？再不滚开，休怪我剑下无情！再不滚，我就一剑送你沙地府！不用师兄们动怒，我直接一口生吞了他。懂不懂？赶紧的！我一个区区凡人，你们都是得道仙人，为何苦苦吸引我？
欺负你怎么了？这区区凡人，快到我的府中当饭店吧！吃了他！住手！你们在干什么？回师尊的话，姜师弟在此扫地10年，未悟出道。弟子认为他还是天资不够，才劝他下山，莫耽误了回家种田。是啊，他还说师尊是你说的，扫地也是修道，简直是荒谬。是我说的，扫地也是修道，有什么不对吗？啊，是师尊你说的，扫地也是，为什么也是修道啊？你已修道1000年，都还不明白为什么扫地也是修道，恐怕你这一辈子也不会明白了。这世间万物，天下众生，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道，有的人得道天马行空，有的人得道腾云驾雾，有的人得道呼风唤雨，也有的人得道是扫地。你在麒麟崖玉虚宫扫地10年，你要是还扫，就会一直扫下去，无穷无尽。可是你要是不扫了，也可以下山，所以这地你还扫吗？师尊让我扫地，我便扫地；师尊要我下山，我便下山。我听师尊的。你随我修道10年，除了会扫地，一无所获，你为什么还要听我的？因为我曾事无40年，一无所成，这才上山拜师。在我心中，师尊是阐教的祖师，道法高深，成就斐然，这是自然是对的。难道你不觉得扫了10年地，一无所成，你感到委屈和不平？没有，我只记得师尊说过一句话：越往高处的路越不平，能走不平的路，是弟子的幸运。好，你们都随我进来，宣布一件大事。是。师尊，有何大事要宣布啊？封神榜来！玉虚宫2代弟子听令，因纣王亵渎蛙圣，动了神怒。我阐教奉红军道祖之令，伏羲而起，灭殷商，兴太平。此有一卷宗，名曰《封神榜》，将在封神大战结束时册封有功之臣，家道1000年，仙界有名。什么？马上开始封神了吗？太好了！苦修了几千年，我们终于要有自己的头衔了。师尊，把封神榜给我吧，我拿着封神榜一呼百应，踏平朝歌，灭了商纣，为阐教立功。不可，师尊，封神榜万万不可交与申师弟啊！王承子师兄，为何封神榜不可给我呀？哼，封神榜乃是我们阐教之光，可封天下之神。你入门最晚，凭什么执榜？对，你还是兽类成精，出身低微，简直有辱封神。师兄，你这什么话呀？咱们阐教讲的可是众生平等啊！你为何觉得我兽类成精，出身就低微了？但是出身低微就是出身低微呀！就是这天地仙灵毛处最低，你呀出身低微，不可执掌封神榜。我也认同，这封神榜可是我阐教门面，岂能让出身低微之人持有呢？你们，师尊，他们只是对我的偏见。好了，不要吵了。封神榜主，我心中早已有人。是吗？敢问师尊是谁呀？
今天我正式宣布，封神大战起，封神榜出，执封神榜者，玉虚宫第2代弟子姜尚。啊？什么？姜尚，快过来接榜！师尊，你说的是真的吗？你刚才不是还说师尊的话你都听都信吗？谢谢师尊。师尊，万万不可啊！有何不可？姜师弟乃一介凡人，怎可执掌封神榜而封神呢？对啊，师尊，他不过是我玉虚宫一扫地的，如果要他去封神，岂不是给咱们玉虚宫徒增笑柄吗？是啊，这姜尚连申师弟都不如，哪有资格执掌封神榜啊？南极，你怎么看？师尊说的对。大师兄，怎么你也糊涂了呀？封神榜可封神天下，代表天下权力，怎么能交给一介凡人呢？对呀，无论身世还是谈资论辈，那也得大师兄你才能享此殊荣啊！你们都给我闭嘴！为什么？难道我说的不对吗？当然不对。有什么不对的？就凭姜尚说师尊比他强，所以他就听师尊的。单凭这一点，就比你们强不止10000倍。这什么？你们这么多人修炼了这么多年，难道连师尊的重道都不明白吗？师尊的旨意，难道你们也敢违抗吗？大师兄，我们没有要违背师尊的意愿呐，我们只是觉得姜尚区区一介凡人，他无德无能，却执掌像封神榜这样代表神力的宝物啊！对，我们也是为了玉虚宫的颜面，才敢如此谏言的嘛。没错，要我看啊，就连申师弟都比姜尚强。要是让姜尚执掌封神榜，那必毁我阐教，乱我玉虚宫。没错。什么？你说申公豹比姜尚强？看来你们真是不知道姜尚强在何处啊！弟子们不明白，还望师尊开解。好，那你们告诉我，修道的真要是什么？在于这个持之以恒啊！对，贵在坚持，始终如一。错啊，那还望师尊明示啊！枉你们在这修过1000年的道啊，连修道的真要是什么都不知道。修道的真要是淡泊名利，心如磐石。何为道？道是我们的所作所为坚定纯粹。姜尚在这玉虚宫扫地，一扫就是10年，任劳任怨，他任你们欺，任你们辱，都坚持下来了。你们还敢说你们的道行比他高？这什么？好了，休要再说，执掌封神榜非姜尚莫属。姜尚接榜。谢谢师尊，姜尚接榜。万法加身，万法加身，呼风唤雨，打斗成兵，修道1800年，才通千法，他才入门区10年，竟得万法加身。师尊，你这是偏心啊！你这就是偏心。没错，就是偏心。什么？你们说我偏心？对呀，师尊。就算是大师兄跟随你已有3000年，那也只通了3600法。而姜尚他只入门10年就得封神榜，万法加身，这实在是难以服众。放肆！你们入我门，我教你们东西，你们非但不敢，还嫌我教少啊！师尊，我们不敢嫌你教的少，只是觉得师尊此番所为不公。我所为不公？你们只是觉得我对姜尚
比你们好，但是你们却从不想一想，你们岂由姜尚对我好？我们哪里不如姜尚对师尊好了？过去这么多年，我教你们修道，让姜尚扫地，姜尚没有说过我偏心，更没有说过我不公。你们以为是心安理得，可是今日我将这封神榜给了他，让他万法加身，你们却说我偏心，说我不公。我做任何一项决定，姜尚都是言听计从，而你们呢？你们满口都是公平，可是藏着的全是私心，而现在一个个的还振振有词。别来！大神鞭！姜尚，弟子在。你在玉虚宫扫地10年，凄风苦雨，其志不改，其道已成。今日我将这大神鞭赐予你，监管诸神，如有违禁者，将鞭记起，便可打之。此鞭在手，千人之下，无可抵挡。接鞭！这袁氏老儿是真有病，枉我修行1000年，拜他门下，指望他提携于我，他竟然偏袒一个扫地的凡人，我咽不下这口气。谢谢师尊。姜尚，你拿着封神榜下山去吧。下山？是的，殷商无道，贤人已出，你下山辅助去吧。师尊说的贤人是谁？天机不可泄露，你随着机缘去吧。是，这就下山去。去吧。告辞师尊，告辞各位兄弟，告辞各位师兄，各位师兄告辞。跟师尊告辞，跟各位师兄告辞，竟独独不跟我这个师弟告辞，这是心里记恨我，故不给我难堪啊！既然如此无礼，就别怪我了。师尊，既然无事，那弟子我也告辞了。等等，等等，师尊还有何事啊？我知道，今日之事，你们有所不满，但都是同门师兄，以和为贵。希望你们诸位以后还要多帮帮姜尚。我就是想不明白，为什么把这么宝贵的东西，还有天下的责任，交给一个凡人的手里？看来你们还是真的不明白呀。好，那我就告诉你们吧。你看看你们这帮人，要么仗着耕阵苗红，要么仗着自己修道够久，摆资历、摆辈分、摆事情、摆谱。就你们这种傲慢的态度，又如何能够贯彻众生平等的意愿？如何能够救天下苍生？可是姜尚不一样，他本凡人，出身贫苦，所以他知道凡人的苦，他能理解凡人的难，他能与他们感同身受，得民心，得道。现在你们都明白了吧？我还不明白，他只是……不用明白了，你给我滚！我有修养是吧？可我遇到你这种自私、狭隘、傲慢的人，我的修养都控制不住。你给我滚！我不想在玉虚宫再见到你，否则我要让你化为齑粉。好，我告辞。告辞。师尊休怒，师尊休怒。申师兄确实是不懂事，但是您千万别气坏了身子。哎，其实我不生气，我只是失望、
修道啊，这都是修的什么道啊？还是强食弱肉那一套？老婆，10年了，你还好吗？老婆，你是我是江上，你夫君啊！什么？你是江上？你怎么老成这样了？女儿，谁来啦？哎妈，是江上回来了。江上，怎么又是你？江上，就是你们家之前那个没用的赘婿吗？对，就是他，大窝囊废！江上，你还真是阴魂不散啊！你都走了，你怎么又回来了？哎呀，岳母大人，我只是出去修仙，修仙成了，我自然就回来了。修仙，修你个仙人呐！你不是在外面又混不下去了，来家里乞讨的吧？就是，你当初走的时候不是挺有骨气的吗？现在是发现自己真没用了，又不要脸的回来吃软饭的了吧？不好，岳母大人，七妹，哎呀，我当初真的不是赌气，出去只是修仙。哼，别扯那些有的没的。哼，现在张少给我们翠翠介绍女婿呢，相亲的待会儿就来了，你赶紧出去，别耽误了我们翠翠相亲。就是，我们给姐新介绍的姐夫呀，那可是商金云里的千夫长，带了1000人的兵呢，可比你这吃软饭的强多了。在商圈里带1000兵有什么用？就算带1万兵又有什么用？人商无道，先人一出，这天下要换了。住嘴！你个天杀的，大逆不道，说朝廷的坏话，你自己想死，你可别连累我们啊！就是，你在我们马家吃了这么多年的白饭，现在竟然还想来祸害我们，你良心是被狗吃了吗？你们误会了，我真的是修仙成了，回来帮你们的。什么？你是修仙成了回来帮我们？你还能有这个好心啊？对呀，虽然曾经你们任打任骂我，可是我与翠翠毕竟是夫妻啊。我吃了你们家这么多的白饭，这份恩情我还是记得的，所以我第一时间就想着回来，看能帮到你们什么。哼，就你这样，看你穿的这一身破破烂烂，连个乞丐都不如，你还想回来帮我们？就是，我见过不要脸的，还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。哼呀，岳母七妹，我是真的。够了，张少，我跟了你这么多年，没有富贵，也没有子嗣，做男人做到你这个份上，你就应该找条河跳了去。告诉你，我已遇良人，我绝对不会再接受一个吃软饭的废物了。你赶紧给我滚蛋！他是没见过我给姐你介绍的千夫长大人率领1000兵马的场面啊，吓都得吓死他。就是，简直无知！带1000人的千夫长跟修道成仙的人比，屁都不算。你的意思是，你得道成仙了？对呀。他说他得道成仙了啊！他说他得道成仙了。行了啊，醒醒！你快施个仙法给我们看看啊！对呀，有本事你变戏法啊！就是，你有本事你给我们施个仙法看看呀！就是有本事你把仙法使出来呀！仙法是用来平天下、救济世人，不是用来显摆的。切，这不会就是不会，装什么大尾巴狼啊？就是，这本来就没本事，还非要臭不要脸的显摆。我看你啊，还真不知道啥叫丢人啊！我真要被你这个废物气死了！我当初是怎么才能答应你入赘我们家的？你屁本事没有，就会吹牛！你一天不吹牛，你会死啊！哎
家岳母大人，我真的没吹牛啊，我真的是得道成仙了。我此番下山，就是我完成多年的夙愿，扶大贤喜，还天下平，届时也能帮到你一家平安富贵。够了，江少，你自己啊都成落水狗了，我的脸呀都被你给丢光了。你现在赶紧滚吧！我，江少，你还不滚？你们给我打断你狗腿！哎，老婆，我真的没骗你，我是真的是得道成仙了啊！你看。这是打神鞭，蕴藏着威力，就算那些成了神，遇到他也要服服帖帖。什么乌漆麻黑的烧火棍，还打神？连条狗都打不了吧？哎，正好，那有只狗，你要是能把它打服了呢，那就算你狠。这是打神鞭，谁能打神？打不得狗的。看吧，啊，连只狗都打不服，还说自己得道成仙，废物！呸！废物！没听见吗？大家都喊你废物啊，还不赶紧滚！废物！好，不信我是吧？就要让你们看看我的身法。进来！起来！你们看到了吧？我说我会仙法，还不信？怎么，这就是你说的仙法？当然。你是要笑死我吗，老唐？你故弄玄虚，天黑一响，打两下雷，你就说这是仙法，连只狗都没吓跑，你还好意思说这是仙法？你以为我没看过把戏吗？就是，那朝歌城里的变戏法都比你是长。你们无知！什么？说我们无知？他呀，这是没有把我妈和我姐骗的，所以恼羞成怒了呗。真是可恶！欺负老娘没见过世面吗？就能拿这种把戏来唬我？岳母，我真的没骗你，刚才用的仙术就叫呼风唤雨之术。这呼风唤雨之术有个屁用啊！你要是真有本事，你就换点金子来；要是不行，换点银子来也行啊。没错，你要是真有本事，你变点银子出来呀，别整那些虚头巴脑的。就是，你要是能变点金子出来，我就认你这个女婿。只要你能变出金子银子，我也让你进屋。哼，变吧。江上，这才是你修道的真正开始。就是，有本事你变呀，你变出金子再说。对，变啊！你变啊你！变呀！赶紧变啊！好，今天就变给你们看。好，我今天就变给你们看。一击如律令，神道在上，我江上今日。江上，难道你这么快就忘了仙法大忌了吗？不行，师尊说我修仙法是无伤道行，是为天下众人，且不可为私心。我行。什么？金子、银子呢？怎么变不出来呀？不是不能变，仙法不是用来私藏敛财的。你说什么？仙法不能用来敛财？你没本事，何必找这些大道理来做遮羞布呢？我说的是事实，信不信由你。切，就算你说的事实又怎么样？你会仙法又有何用啊？连银子都变不出来，有什么用啊？就是，你快给我滚！滚得越远越好！马老太，赶紧让马小姐和千夫长大人订婚吧。千夫长大人啊，刚好上期，这可是个绝好的机会呀。放心吧，赵媒婆，这事儿我拍板定了，明天我们就去黄鹤客栈举办订婚宴。马小姐，您的意思呢？全凭母亲大人做主。好，那就这么说定了。我跟千夫长大人说，明日你们就在黄鹤客栈举办订婚宴。不可夫人，我此番回来就是让你富贵的。够了，江少，你但凡是个男人，有点自尊心吧。上次你离家出走，你就不该回来。我这一辈子最大的耻辱和笑话，就是以为你是个男人，让你入赘，可你却毁我半生。我知道呀，夫人，那些年我确实有负你，没有让你过上好日子。我这次回来就是想弥补你。弥补？
你能弥补什么？我才刚下山，没有功名，只要我出去走一遭，便可改天立命。到时你我都是人上人了。你滚不滚？你再不滚，我打死你！岳父大人，你要相信我呀！你别做梦了，以为当初靠着不要脸骗取我姐的信任，现在你还能骗吗？哼，没用了，明天就是我姐和千夫长大人的订婚宴，你死心吧！就是，你再不要脸，就让千夫长扒了你的皮！是，我走。夫人，你要相信我，千万不要跟那个千夫长在一起，等我明天来找你。赶紧滚！滚去也好。哎呀，看到你！废物就是废物啊！终于把这个废物给赶走了。江上，你总算是没有落俗。夫人，我一定会阻止你们订婚宴，我一定会让你们刮目相看。就是这里。哎，干什么？谁让你们在这儿钓鱼的？哎，干什么？谁让你们在这儿钓鱼的？杀猪匠来了，快跑！赶紧跑！在这里怎么了？你问我怎么了？你说怎么了？一看就是乡下来的没见过世面的人。来，你跟他说说怎么了？好啊，老头儿，我来告诉你怎么了。我大哥号称杀猪匠，是渭水城主的大舅子。这整个渭水城主说话算一半，我大哥说话算一半。至于这条河，是我大哥的，明白了没有？河流乃天地有所成，跟你大哥有什么关系？这老头蠢了，听不懂人话呀！我大哥有关系，所以这河是他的。怎么了？你不服吗？你们想干什么？我们想干什么？你在我大哥的河里钓鱼，就得交保护费。没错，你拿出1两银子，我保你平安。那我要是不交呢？不交啊？那你到河里喂鱼去吧。人商无道，民不聊生，贪官污吏欺压百姓也就算了，就连贪官污吏的亲戚也跟着作威作福，真是世风日下，死有余辜。你说什么？你骂我？你骂我大哥，老子弄死你！你们在干什么？你骂我大哥，老子弄死你！你们在干什么？此人龙装凤衣，威仪赫赫，眉心藏日月，双眼有光。他应该就是我等的那位了，而且是什么意思？草民江上，你们因何事吵闹不休啊？我在这里钓鱼，这几个地痞说河流是他们的，无辜找我要钱。你们说这河流是你们的，就是我的，又如何？别看你坐个马车来，带着几个人就威风了，就你这阵仗还不在爷爷眼里。老大人，且慢，让我跟他理论理论。不是武断之人，明君之宝。这位兄弟，我想问一下，这河流乃天地所造，为何你说这河流是你的呀？你不知道这天下之大，莫非黄土吗？这天下也是天地所成。为什么是帝王家？因为我妹夫是渭水城城主。你别说这条河了，就是整个渭水城都是我说了算。原来你妹夫是城主啊，好大的官位，真是一人得道，鸡犬升天呐！你骂我是鸡犬是吧？你找死是吧？大哥，让我剁了他！大哥，让我剁了他！我看你披这身官皮是衙门中人，今日
我给你一次机会，你跪下磕头向我道歉，我便饶你一命；否则，只要我城主妹夫一句话，便让你身牢大狱，尸骨无存。我向来听闻朝歌无道，民不聊生，可我从来不知道，我这西岐有人如此嚣张跋扈。我今天倒想看一看，你如何让我身牢大狱，尸骨无存呢？好。既然今日你作死，那我便成全你。二宝，你立刻去飞鸽传书，叫我妹夫前来抓人。是，诸葛。死老头，你等着吧，你死定了！真是瞎了你的狗眼！再敢无礼，我拿刀剁了你！剁我？哎呦！来！我今天倒要看看是什么人吃了雄心豹子胆，敢剁城主的大舅子！来，大王，你下令吧，让我一刀砍了他！哎，不急，他不是说他大舅哥是城主吗？很厉害的，我们就在这儿等着城主来抓咱们就好了。是，你们慢慢炒吧，我还在钓我的鱼了。啊，等等，老人家。怎么了？您这鱼钩为何不盛水啊？我这鱼钩没挂饵，盛水有什么用？鱼钩没挂饵，那您的鱼钩为何不挂饵呢？我这鱼钩不是一般的鱼钩，挂不住饵。是吗？那您这是什么钩？为何又挂不了饵？能否让我一看？好，你看吧。什么直钩？这直钩怎么能钓上鱼呢？什么直钩？他竟然用直钩钓鱼！我说他怎么敢得罪我？原来是个蠢货，用直钩钓鱼。老人家，您这玩笑可开大了。鱼儿上钩，这钩是弯的才称之为钩。您这直钩连鱼饵都挂不稳，这怎么能钓上鱼来？所以大王，我说他一条鱼都没钓到嘛。这样，你去车上给老人家拿2个弯钩过来。是。多谢大人，不用了。老人家，您就听我的，这直钩啊是钓不上鱼的，就别说您在这钓一辈子，他也是钓不上鱼的。道理我都懂，但我根本就不是在这儿钓鱼。您不是在钓鱼，那您在这里是干什么呢？我是在钓人。什么？钓人？没错，钓人。这人也能钓，您钓的到底是谁呢？大人，请听我说，我从昆仑来，垂钓渭水边，宁可直中取，不在曲中求。不为金陵社，只钓王玉侯。先生来自昆仑？是的，大人。怎么了？先生真的是来自昆仑？父王，你怎么样？不知道，就是心口疼。这大夫呢？到底有没有人能看出父王的病？报告大公子，门外有一乞丐，说大王的病只有他能看。我一个乞丐也敢说看病，哪来的骗子？骗到我吴王府来了，给我抓起来，下到大牢去。是。什么？怎么了，父王？西岐主事，绝不可负朝歌后者，连乞丐都愿意上门给我看病，这是幸事。快把他请进来！父王不可，一个乞丐怎么？把他请进来！我西岐若想成事，就必须依靠这些奇能异士的帮助。孩儿大概胸怀，莫有傲慢无礼。是，把人带进来。你能治病？别人的病我治不了，但是大王的病我是看得了的。怎么样？我父王得了什么病？心病。什么？心病？大王见得天下百姓疾苦，忧国忧民，所以才苦闷成疾。先生，
神人也！看看先生，我这杯可有法医治？你可向西寻，寻一从昆仑而来的雕兄，他便是大王的救病之人。不依靠，快去寻此人。是。妈，大王，此人还需你亲自去寻，心不诚，则事不灵。依靠，随我西行，徐贤臣。宁可直中取，不在曲中求。不为金陵社，只吊王玉衡。那乞丐所说来自昆仑的贤臣，必然是他。好一个不为金陵社，只吊王玉衡啊！我看先生仙风道骨，定是贤能。不知先生可否与我回府一叙啊？随大人回府不是不可，除非你答应我3个条件。先生只管说，常皆照办。好，第一个条件，你的脸再让给我做。啊！大胆！给我拿下！是。哈哈哈，言语获罪，这西岐比起赵哥也是蛇手一窝啊！放开先生！大王，我说放开先生，没听见吗？是。我答应先生。难得，这只不过是第一个条件，我还有2个条件呢。先生请讲。这第2个条件就是大王要亲自为我拉脸。什么？你让我亲自拉你？岂有此理！你这个匹夫竟敢羞辱我主，我杀了你！不得无礼！先生，纵使你是贤能，但是你让我亲自为你拉年，未免有些太过分了。过分？这天下昏庸无道，民不聊生，还有什么比这个更过分的？你连这个都受不了，这个头都低不下，你还想许图大业？先生，常懂了，我答应先生的要求，请先生说出第3个条件。这第3个条件很简单，你将3军摄影交予我，我把你的刀用好，势如破竹。不可，大王，3军帅印乃是我军事大权，怎能随随便便交给这个无名之徒？是的，军队调遣之权绝不会给王室之外。不给就算了，我还是钓我的鱼吧。哎，先生，行，我给。谁在我渭水城撒野？张将军，您来了。那是当然，敢在我这渭水城欺负你这个城主的大舅子，我当然要亲自来。谢谢张将军，谢谢张将军。来，就是他们几个闹事吗？对，就是这个该死的老头，他连我城主妹夫都不放在眼里。岂有此理！这么狂的吗？在我渭水城，居然连城主都不放在眼里，还敢欺负城主的大舅子！我看你们是想死吧？我倒是想死，只怕你没这个本事。真是岂有此理啊！居然敢说我没本事！杀你！来人呐！在！把这个老头给我绑了！我要亲自押到刑场问斩。是。我看谁敢动！你又是哪个帐下的小兵？你想拒捕造反吗？真是瞎了你的狗眼！就算是渭水城主张恩焕来，在我面前也不敢这么狂。你算个什么东西，也敢治我的罪？你知道在你面前的这位是什么人吗？哼，什么人呢？在渭水，难道还有比城主来头更大的吗？我不知道我是不是比张文焕来头大，但我的名字是姬昌。你是姬昌？没错，我有个称号叫西伯侯。你是西伯侯？西岐之主西伯侯吗？不是吧？
你要是西伯侯，那我还是东伯侯嘞。对，你要是西伯侯，我就把这渭水给喝干喽。对，我把它喝得一点不剩。将军，西伯侯可是在西岐，怎么可能来我们渭水啊？对呀，将军，这西伯侯可是西岐之主，来这城主必定下跪迎接，怎么可能就带这几个人来这荒野之地呢？哎，对呀，西伯侯怎么可能来我们这种乡下嘛？啊，是啊，我差点让他们几个给我骗了。你们几个哪来的骗子啊？居然敢冒充西伯侯姬昌！赶紧的，给我下跪认罪！下跪认罪！下跪认罪！跪下认罪！跪下认罪！跪下认罪！怎么样，死老头，现在还狂吗？尔等还不放下兵器，等着问斩呢是吧？我看谁敢张！什么玩意儿？我劝你看仔细。等一下，快让我看。侯王令，你真的是西伯侯吗？渭水城天将张龙甫参见西伯侯大人。参见西伯侯。现在你不抓我了？属下罪该万死，我实在不知是西伯侯大驾光临渭水啊！我立刻通知城主前来接驾。接驾就不用了，你叫张龙虎是吧？属下叫张龙虎。我记住你了，回去告诉张文焕，带着你还有他舅子到西岐去请罪吧。是。还不滚！等等，你们两个留下。先生，请。怎么这么大一股尿骚啊？好像还是女人的。哎，先生，请您上辇，让我为您拉辇。你堂堂一方诸侯，位高倍增，真的情愿为我拉脸？那是当然。先生乃大贤，能救万民于水火，让天下太平。我说我为您拉辇，就算偿这条命给您，也在所不惜。好，大王能有此等胸襟气魄，这天下有救了。那我就不客气了，还请大王为我拉脸。先生请。大王，你真的要为一个平头百姓拉辇吗？废话，我乃一方诸侯，怎能言而无信？先生请。先生坐好了，出发。大王，休要再说，凡为民请命者，生于尘埃，落于尘埃。松开！大王，松开！这么看来，姬昌确实大侠。接着看他能为我拉脸多少人，他及子孙便可坐有多少年的天下吧。1步，2步，3步。782步，783步。大王，不要过来！你这能耐不行呀，拉这么点远就拉不动，以后如何与王者争霸，统治天下？你不得对先生无礼，还行。我能坚持。
784，785步，786步。大王，不要死！呀！787步，788步，789步。790步。大王！790步，西岐有790年的天下矣。都怪你这个匹夫，竟敢让堂堂西部侯为你拉碾！若大王有什么三长两短，我杀了你！把他给我抓起来，打入大牢问罪！住手！这点事就乱了手脚，他怎么做大事？没事的，下来吧。先生。先生，我这是大王为天下之心，天地可见。请随大王前去西岐，使西岐富强，天下昌盛。西昌拜天下黎民百姓，拜谢先生。谢先生，谢过先生。吾今日召集众位爱卿和贤能，是有一件大事宣布。朝歌无道，民不聊生。我在宗祠问卦，称西岐将有一位大能出世。前日神人托梦，有人自昆仑来，能令我凤鸣岐山。先生江上便是来自昆仑的贤能，今日我封其为丞相，替我主持西岐军政民生大小事宜，从即刻起，见他如见我。是。江上领命，我必为大王，为西岐，为天下芸芸众生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。丞相不必客气，从即日起，我西伯侯率西岐文武百官及百姓，皆与丞相一同荣辱，共同进退。听丞相随时号令。西岐的未来，我心里已有一盘棋。这一盘棋一开始便风起云涌，多年战火不息，所以我有个不情之请，麻烦大王。哎，丞相有话尽管说，丞相你的事便是我的事。是这样的，我在上昆仑前曾娶有一妻，因最近修道，所以对她照料，跟着我吃了不少苦，所以我想请她来西岐，以后也还有个照料。理所应当，理所应当嘛！既是丞相的发妻，就应该接来。我即刻派人去接。不用麻烦大王了，我自己去接，顺便跟亲戚故交告个别。也好，丞相有任何需求，可随时令西岐各地配合。谢谢大王，那上告辞了。丞相请便。南宫氏，末将在。我刚封了丞相，但尚未有礼节，你即刻准备金银细软，
还有丞相之意，前往丞相故地册封，好让丞相光宗耀祖，衣锦还乡。是。夫人，岳母，今我江上已是腾飞之凤，入云之龙，衣锦还乡。只要你们还认我将保你们余生富贵。真的于是于我。站住！干什么的？我老婆在里面给别人结婚，你说我干什么的？岂有！这。张财主送元宝10个，赵员外送金缎100匹。恭喜啊！恭喜啊！同喜同喜，惊动各位啦！江上，你怎么来了？我老婆在这里跟别人结婚，你说我为什么来？什么？你老婆跟别人结婚？你能不能要点脸？是我女儿说了，不能跟你生活在一起了。你是故意来找事儿的吧？江上，我们好歹夫妻一场，好聚好散不好吗？你何苦死皮赖脸、死缠烂打呀？夫人，此言差矣，并非我死皮赖脸、死缠烂打。确实，当年我入任人家，碌碌无为，让你受了许多闲言闲语和委屈，觉得我欠了你。当今我江上衣锦归来，我是想让你也想一想人间富贵，别无他意。你说什么？你衣锦归来，让我享荣华富贵？你四海为家，一无所有，你是怎么舔着个脸说出这种话的呀？哼，你真是吹牛不打草稿，说大话不怕闪了舌头。你也不撒泡尿照照镜子，你穿的这一身跟乞丐一样。你这辈子见识过什么叫做富贵吗？赶紧滚吧，江上！不要在这里给江家丢脸了。正是，当初就是因为你的碌碌无为，我们才把你迁出族谱。人家马家好生招你入赘，而你却整天好吃懒做，游手好闲。如今你老婆好不容易找了个靠山，你却过来捣乱，你眼里真的是见不得别人一丁点的好啊！大哥二哥，你们也在这里啊？妈，我们已经把你赶出了江家，跟你毫无关系。别喊我哥，别跟我套近乎。就是，当了赘婿还被扫地出门，我们江家丢不起这个人。是，曾经我当赘婿，我无为被扫地出门，可人生谁无过往？我早已踏过离地，站在青云之上。什么？你站在青云之上？你的女人都要休了你改嫁了，你哪来的脸说自己在青云之上？当初你们把她赶出江家是对的，我女儿整整被她拖累了几十年呀！岳母大人，你别这么说，虽我确实有对不起夫人的地方，只要她能回头跟我一起，她这一辈子所受的委屈很笑话，都可以得到相应的荣耀和报答。够了！你把我当3岁小孩子糊弄吗？你身为人子被赶出家族，你身为赘婿被赶出家门，你70岁了你还碌碌无为，你哪来的脸说能给人带来富贵荣华？看到了你呀，我就想到了那扬眉乞怜的狗，赶紧滚吧，江上！你呀，在这里只会被人笑话。被人笑话？谁能笑我？我江上自有悲悯，为大赵疾苦而修道，因修道而被赶出家门。40当赘婿，50卖煎饼，60无家可归，一生逍遥在外而弃之不改。我在玉虚宫扫地10年，接受考验，受尽抠门，都排挤，但我信有志者事竟成，终以上善若水而正道。道主亲待我，自此我手持大神鞭，身背封神榜，垂钓渭水边，只顾钓王侯。晚风西起，想没有谁可笑我。你说什么？
你是西岐相。没错。我现在被西伯侯姬昌拜为西岐丞相，总管西岐军政民生，许图一起霸业。疯了！他简直就是疯了！一个被自己老婆都嫌弃的赘婿，竟然说自己是西岐丞相！你知道冒充丞相大人是什么后果吗？这杀欠刀的，你这是要害着我们马家灭门呐！你能不能不要这样黑心肠？我家女儿只是看不上你改个嫁而已，你就要这样翻灭九族的罪来拖累我们吗？赶紧，业务大人，赶紧让他把休书给签了，写信关起。这种冒充丞相大人的罪，但凡我们跟他有点干系，就会受到牵连啊！对，赶紧把休书拿来，让他给签了。赶紧呀，赶紧把休书拿过来。幸好我们把他给逐出了江家的门，要不然我们整个江家都得被他给牵连。嗨，真是万幸了，不然只把你给害死了。我真是后悔当初没有阻止他入赘。都是因为你当年硬是说他长相憨厚、勤俭持家，是个过日子的，我才答应他入赘我们马家，现在才招来这样的祸事。你看你妹妹嫁给张公子多好，正所谓男怕入错行，女怕嫁错郎啊！妈，我也很后悔啊，但现在说什么都没用了呀，只要让他把休夫书签了不就行了吗？对，夫人，休书弄好了，拿过来吧。来了，江上，签字。夫人，我说的是真的，我真的是西岐丞相，你别怕。哼，还在这冥顽不灵啊！你说你是西岐丞相，这西岐丞相出门没有仪仗，没有随从，没有牌面的吗？是，我是做实事的，我也推荐节俭，所以我不会做这些表面文章。哼，你这张嘴呀，还是真能狡辩啊！啊，为自己脸上贴金。照你这么说，你不仅是在下大人，更是千古名相啊！啊，对，我要做就必须做千古名相。够了，给你那颜色，你都看染坊了是吧？我知道你肯定是因为和我同为马家女婿，一直活在我的光芒之下，内心阴暗了，脑子就不停的臆想，觉得自己厉害，想要超越。不好意思，你虽然是才子的儿子，有些金银财宝我根本就没有看在眼里。可真能装啊！真能装啊！啊！姐姐，赶紧的让他把休书给签了！我实在是一刻都忍受不了跟这种无能薄怒的人有亲戚关系了。哼！江上，休书签字吧，我们以后两不相欠。夫人，这么多年了，你能不能相信我一次，哪怕相信一次？我想媒婆过去欠你的，我想让你疯狂涅槃，让人敬仰你。信啊？我可以信你。你不是说你是西丞相吗？你把相印拿出来给大家看看呐！没错，有本事你把相印拿出来啊！我现在还是姬昌大人口头册封，没有仪式，相印还没有给到。哼，看吧，看吧啊！这水上吹得多麻溜，要你证明，你就是没有证明，还真是为了吹牛丧心病狂！你，哼，别往我上泼脏水，我乃修道之人，非文明命，我不会为了这点虚荣心来撒谎。我说的确实是事实，受印还拜相的仪式，再往后这些。行了，江上，这种上不沾天、下不落地的谎话，你都说了多少遍了？这几十年，你告诉我，你会成为天上人，你会让我荣享富贵，让我珠光宝气，让人羡慕。结果呢，你才是我这辈子唯一的耻辱和笑话。什么也别说了，赶紧签字吧。我们结婚30年，这以后各路朝天，各走一边。夫人，你再想想。想？想什么呀？想让我继续收留无家可归的你？想让我继续被别人笑话，还是想让我们大家都跟着你除灭九族的大罪啊？你赶紧签吧，你个瘟神！你别再拖累我们了！签字！
哼！终于让他签了！这个瘟神，你以后跟我们再无瓜葛，跟我们再没联系了，我们马家也清净了。是啊，真是列祖列宗保佑，终于摆脱这个瘟神了。你送的不是瘟神，你们失去了这一生改变命运和富贵的机会。这都为扫地出门了，还在吹牛呢！你是真的一点羞耻心都没有。别管他了，休书既然已签，他与我马家再无关联，你不必管他死活与丢人了。听到了吗，江上？你现在可以滚开了。来，高锣打鼓，送这个瘟神离开。高锣打鼓，送瘟神了，瘟神送走，把我马家的霉运送走。好，好。既然你们如此无眼无珠、薄情寡义，那也怪不得我江上不想气愤。这乱世烽烟，你们就自作自受，自求多福吧。后会有期。等等，你给我站住！你还想干什么？我想干什么？你是不是忘了，你刚才冒充西岐宰相，这可是大逆之罪。无论是把你抓捕还是举报，这都是大功一件。你觉得我会让你轻易离开吗？你冒充丞相，信不信我们报官把你抓起来？哼！谁敢冒充我西岐丞相？谁敢冒充我西岐丞相？哎呀，我的好女婿，你终于来了！姐夫，刚才说谁在冒充丞相大人呢？就是他，江上。我写的前夫，就是那个以修道为名，在家好吃懒做，被逐出家门的赘婿嘛。哎，对，就是他。难道你不知道今天是我和马翠的婚礼吗？你来干什么？我来干什么？跟你有关系吗？我又不认识你，这是我跟马家的事情。岂有此理！什么身份，敢用这个口气跟我说话？你是不是不知道我在朝廷当的是什么官呢？谁说了？千夫长嘛，又能怎样？你知道，听你口气，好像还瞧不起我。我都说了，不管你是百夫长、千夫长，我不认识你，跟你也没有关系。真是够狂，在这十里八村的，谁人见着我不叫一声大人好，竟敢漠视我！刚才是你在冒充丞相大人吧？给我把这匹夫抓起来！谁敢抓我试试？谁敢抓我试试？怎么，你敢拒捕？我未曾犯罪，你无权抓我，何谈拒捕啊？还在强词夺理！你冒充丞相，就算是株连九族都不为过，你还敢说你没有犯法？我本西伯侯亲自西岐丞相，谁说我冒充？什么？你说你是大王亲命的丞相？你真是要笑死我呀！你是不是没入仕途，不知规矩？丞相任命不但得举办盛大的任命仪式，还得邀请文臣武将参加，而且官方文书还得下达各地。我身为千夫长，没有听说过任何岐山任命丞相之事，你以为我冒充得了吗？啊，没错。他恐怕都不知道，这一朝丞相啊，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，到底要怎样的辈分跟自理，那都得是德高望重，甚至是对国有赫赫之功的人才配。他一个一无所有的赘婿，也敢说自己是大王任命的丞相，简直就是无知又作死。你知道什么？凡事都有例外，此乃西岐定天下时，大王不惧一个用人才，所以没有常规的方式。简直是胡说八道！就你一个赘婿，也敢说自己是人才？哎呦，任他巧舌如簧，带我抓他去深牢大狱严刑拷打，不怕他不招。少废话了，来人，给我抓起来！犯人敢！犯人敢！啊！怎么，你今天是
非要拒捕吗？我说过，我确实是西岐丞相，并非冒充。你若不信，可以随我去西岐，我让大王亲自向你解释。你区区一个匹夫，连见大王的资格都没有，还有脸说让大王为你出面？少说废话了，给我拿下！拿下！今日律令，我有定身法。怎么盯住了呢？你使的是什么妖法？姐夫别怕，他是修过道，会那么一点点本事。原来你是仗着自己修过道，才敢如此狂妄，却不知我西岐能人异士众多，竟然以术看法，必不容你。立刻去请飞龙将军擒拿反贼。你等着，飞龙将军可是阐教弟子，拜师申公豹道长，能以道法通天，他一来必将你手刀擒来。是吗？说到这里，我不得不告诉你，我也是阐教弟子，顺从元氏天主申公豹，也是我师弟。狂徒，真是狂徒！还敢冒充天尊弟子，今日你必死无疑！对，赶紧抓了这个瘟神！他居然不知天高地厚，敢冒充丞相大人，还冒充天尊弟子，还敢冲撞官府！幸亏我们给他签了修复书，不然得被他害死啊！对，幸好我们跟他没有关系，要不然大家都得大祸临头啊！赶紧将你的妖法收起来，然后跪下受缚，否则等飞龙将军一来，还可以免你一死。没听见吗，萧少？赶紧的听千夫长大人的嘱咐，不然你真的想死吗？麻雀，我怎么说你呢？我真的是想你跟我在一起的时候被人耻笑、被人谩骂，我真的是想把你捧起。呸！但你真的是无福享受这人间富贵，只能怪你自己了。够了，萧少，我念你可怜，想帮你去求求情。既然如此，那你也怪不得我了，你就自己自作自受吧。夫人，这个赘婿拖累你半生，你还管他的死活干什么呀？今天他犯下如此逆天大罪，就是神仙来了也救不了他。赶紧把他抓起来吧，别耽误了好女婿你和我女儿的婚礼啊！耽误不了。他冒充丞相大人，抓了他那可是大功一件。今日我又是娶妻，又是升官，可谓是双喜临门呐！恭喜啊，姐夫！好，双喜临门。这么说来，这一个赘婿还能帮姐夫升官呢，这还是有一点价值的。没错，你们无知！谁这么大的胆子，敢再用妖术造反？啊！飞龙将军，您来了！谁这么大胆，敢再用妖术造反？就是这个老匹夫。一个老头干什么的？活得不耐烦了，敢用妖术来造反？不是干什么的，他只是马家的一个赘婿。不对，他已经不是我们马家的赘婿了，已经签下了修复书，他与我马家毫无关系。就是。对，马家已经跟他没有关系了。妖人，还不赶快解除你的妖术，放了我手下的军士！让我放了他们可以，跪下叩头，我马上出手解除他们身上的道法。求你！你区区一个反贼，你有什么资格让我求你啊？你以为你会点妖术就不得了了吗？却不知我乃阐教弟子，我随便动道法就可以破了你的妖术。并飞龙将军，他刚才还在冒充天尊弟子，说申公豹道长还是他的师弟，岂有此理！你竟敢如此侮辱我师傅！看来你是不知道我阐教的实力呀！玉溪公一怒，天下将无你容身之处。玉溪公法者修道之人，我强悍其人，就凭你如此行为，我就可以将你诛除阐教。喂，真是狂妄至极啊！我看你是厕所里点灯找屎！老子不跟你逞口舌之快，等老子破你的妖术了，再来收拾你。对。哎，怎么会不灵呢？啊！怎么回事？哎，
妖人，你到底用了什么妖术？还不赶紧解开它！难不成你要让我请出整个阐教前来出面封杀你吗？你到现在还不知道我的道法高于你吗？你的道法高于我有什么用啊？我有靠山，我有背景，我背后有庞大的阐教和玉虚宫，还有西岐的100万军队，是你惹得起的吗？我不愿意和人比权势和背景，凡事都要讲一个道理才好。你非要跟我比，无论是比西岐的头衔，还是玉虚宫的辈分，你都是后辈。岂有此理！你竟敢如此明目张胆的侮辱朝廷命官，那就不怪老子不客气了。老子先把你给拿下再说。人人在侮辱朝廷命官！又是哪个大人来了？是啊，排场好大呀！都是来给我千夫长姐夫送礼的吗？姐，你好有福呀！南宫大将军，南宫大将军，难道是跟随西伯侯大人身边有西岐第一将军之称的南宫大将军？蠢货，你以为呢？提上北战，天降飞龙，拜见南宫大将军。拜见南宫大将军。你这个老匹夫，见着南宫将军还不下跪？你觉得他敢让我跪下？哼！放肆！你个老匹夫，简直是目中无人！来呀，给我把这个老匹夫给拿下！是，有住手！南宫大将军，这是什么情况？哼，作死的玩意儿，你不要去！是，完了，江少惹怒了南宫大将军。这该死的玩意儿，怎么不早死啊？别拖累我们。南宫大将军，我们家女儿已经把江上休了，以后她做什么事儿都跟我们没关系。姐，是吗？你们把她休了？对，她跟你们家没关系了，对吗？是，她今天已经正式在休夫书上签字了。对，以后她跟我们家没一点关系了。女儿，快把休夫书拿出来给南宫大将军看。啊，好。来，哼，还真是。看来你们一家人还真是有眼无珠，愚不可及。南宫大将军，你什么意思呀？西岐大将军，南宫氏拜见丞相大人。什么？丞相大人？丞相？南宫将军，你怎么了？奉大王之命，为丞相大人奉上相印，执掌西岐，赏赐万金，同归故里。拜相印，赏万金。来，上相印。此乃西岐相印，大王将西岐重任赋予其上，还请丞相大人领印。圣上，领印，谢大王。大王说，丞相大人此印在手，掌管西岐军政民生，上批昏王，下斩恶臣。江上定不辱命。还有，大王赏赐的万金，上万金。万金。南宫将军，替我谢大王。我身为西岐一相，为救天下疾苦，非为金银财物，所以这万金，本人绝不能收，还请将军带回。不是，天上，你不收我收啊！给我，都给我！你跟我是什么关系？我可是你的岳母啊！你在我们家住了几10年呀！此前是，但你看见这个没？我说了，我本想给你们一个富贵，
但是你们有眼无珠，利欲熏心，亲手葬送了自己的一切。不是江上，以前都是我错了。江上，我当时只是一时糊涂。我们能不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，还像以前一样，可以吗？不，时间和命运是一直向前，任何人和任何事物能回到过去吗？江上，你别这样啊！所谓一日夫妻百日恩，以后你和翠翠还是夫妻，你不是说不是就不是的呀。是啊，江上，我们夫妻30年，你不能如此无情啊！你说我无情，我求到大臣第一时间就是回家，想弥补过去亏欠你，但你们把我赶走了，我不计较。为河边直钩垂钓，被大王慧眼看中，封为丞相，我也是第一时间回去，想送你们富贵，看你们当众笑话我，侮辱我，写下休书，逼我签字。如今你们还有脸说我无情？岂有此理！尔等粗鄙之人，竟敢如此待丞相，都给我抓起来问罪！不是，我们错了，都是我们的错，我们什么都不要了。丞相大人，您看该如何惩戒这些人？算了吧，他们不过是一些没有见识的凡人，爱慕虚荣，私心重，其实能理解，只不过是摆不上台面罢了。他们有他们的命，只是我江上与他们再无瓜葛。听见了吗？还不谢丞相大人恩典？是，哎呀，谢丞相恩典，谢丞相恩典，谢丞相恩典。谢丞相大人恩典。他们可饶，你可饶不了。你身为朝廷命官，仗着自己有权势，抢人妻乱扎人，这不是道德问题，是犯法。把他给我拿下。是。还有他，说闻是非，仗势欺人，一并拿下。拿下。等等，赵飞龙，你想干什么？等等，赵飞龙，你想干什么？我虽只是西岐一员偏将，但也不是你随便就能拿的。哦，莫非你还有什么仰仗不成？你们都给我听好了，我实话告诉你，我虽说是西岐一员偏将，但我乃阐教弟子，我师尊申公豹乃掌教天尊得意弟子，我身后的实力可是整个玉虚宫啊！西岐重大，不过是防尘之地，玉虚宫乃修仙之辈，他才是天下未来的主宰。别说是你们，就是你西伯侯来了也拦不住我说的。你的靠山竟是玉虚宫，真的是好大威风啊！你知道就好了啊！趁老子还没有生气之前，向我道个歉。我可以将此事既往不咎，要不然我禀告师尊一声，玉虚宫一怒，天告间将尔等化为尸骨。岂有此理！吾听说玉虚宫都是得道高人，虚怀若谷，岂会有你等势利小人？今日你在西岐犯法，休想拿玉虚宫的名头来庇护！看来你是不见棺材不掉泪呀！好，今天让你死个明白啊！让你看看我真正的来处。真当你们狗眼看清楚了，俺乃是玉虚宫3代弟子赵飞龙。呀，真的是玉虚宫的令牌啊！这下牛了啊！谁敢动玉虚宫的人啊？就是，江上这种小人，得了势就会欺负我们这种老百姓。现在我看他在玉虚宫还敢威风不？哼！这真是玉虚宫的令牌？怎么样啊？啊！我就不信了，你们将军也好，丞相也罢，谁敢得罪我玉虚宫啊？玉虚宫令牌又怎样？照抓不误，我抓起来。丞相，咱要不再考虑考虑？玉虚宫都是得道高人，遍布天下，不好惹呀。南宫将军，不要为这些担心，我便是阐教众人，玉虚宫修道，此种人不但违反了地方的法规，还败坏了玉虚宫的名声，给我拿下！是，听丞相的，给我抓起来！是。
我去你的！江山还敢欺我，我与你势不两立！混蛋，竟敢羞辱丞相，找死！一定威力，区区凡人啊，不自量力，敢抓我呀！我现在就命令，立刻给我跪下，否则我一身道法下，立刻让你灰飞烟灭，尸骨无存。真的是狂到没有人记性，好吧？玉虚宫2代弟子身份，收了你这个逆徒。你是开玩笑吗？你要收我呀？你个老匹夫，你敢冒充玉虚宫的弟子？好，老子把你抓去玉虚宫请功，然后搬救兵回来，收了西岐，我自己成为岂不快哉？啊！报神，起！将这老匹夫给我捆住！起！起！你什么妖法？说过了，你的辈分在玉虚宫里，敢叫我一声师伯，你竟敢以下犯上，对我出手，我今日便替玉虚宫清理门户。打身边！哎，喂！啊！把我拿下，人在何事？就你这道行，也敢嚣张跋扈！哎，别过来，别过来！你要是把我怎么样了，我告诉你，玉虚宫是不会放过你的。我跟你说了很多遍了，我就是玉虚宫2代弟子，你信不信？让你死个明白！郑大，你再给我眼看看这是什么？啊！天尊亲传，你是玉虚宫2代弟子，你果然是啊！他真的是啊！到这个时候了，不尊师重道，按辈分，你应该叫我声师伯啊！师伯，师伯，饶命啊！刚才是我有眼无珠，我狗眼看人低，我该死！你把我当个屁给放了吧，师伯！玉虚宫法令，门下弟子修道，系心浮气躁，即为父作伥，系丧心天良，有违者坚决惩罚。这些毛病你都犯了，我怎么饶得了你？你这种种罪行，按教规如何诛？逐出门墙，废除法术。知道就好，是你来还是我来？哎呀，师伯，饶命啊！我这一身道法，我要修了很久才能修成的，你千万不能废我饶命啊，师伯！修成道法是为了修身养性，而你拿来仗势欺人，你这是你自己来还是我来？住手！啊，师傅，师傅，你救我呀，师傅！师傅，你可山人来了！师傅，他灭绝人世，他简直不是人，他要杀我，救我，师傅！别怕，有为师在，无人可伤你。怎么，陈师弟，你这是来护短的？护短？我在光烟飞渡之中招收弟子入门，传承道法，也是为了阐教之将来玉虚宫之强大，难道错吗？他仗着道法在这里为非作歹，嚣张跋扈，这是在违背道法，在给我们阐教抹黑啊！此处轮得到你来管教他吗？你就这么喜欢越俎代庖吗？你虽然是他的师傅，但他是在这里犯天下事，天下人都可管。这么说，你是在教我做事吗？我是你师兄，难道不能教你做事吗？够了，别在这拿着鸡毛当令箭了。真以为师尊偏心你，你就可以目中无人了？你也不掰着手指头算，到底是你修道久还是我修道久？你有资格在这跟我摆谱吗？师弟，误会了，我在这里跟你论是非，跟摆谱是无关的。行了，我入玉虚宫之前，你还在麒麟崖扫地，而你在我眼里只不过是一介凡夫俗子，你没资格跟我比高下。就是，师傅，他简直目中无人，来，打他呀！师弟啊，我真不知道你为什么对我有这么深的成见。无论如何，我都是你的师兄。不要再提了，师尊偏心，我已然愤慨。
如若今日你非要拿出来说事，那就用你的真本事来说话。打得赢我，你就是师兄；打不赢我，你就乖乖的低下你的头。怎么样？敢打吗？哎呀，师弟啊，你我同门，不应超哥呀！不敢打就认输，少套近乎。哎，你刚才不是挺狂的吗？啊，以辈分压我以大欺小，就你这也被称为玉虚宫的2代弟子啊，简直是玉虚宫的可耻！呸！丞相大人要我请大王释冤吗？不用了，这点小事我能处理。呵，这才下山几天呢，就当了西岐丞相了，难怪摆这么大的谱啊！哎呀，不是的，师弟，我跟你说，我没有给你摆谱，是你的徒弟办事在先，我是在正常处理。我也说过了，你没资格处理，要处理就跟我打。你真的要逼得我跟你动手吗？我逼你怎么了？来啊！师弟，别人不知道你是知道的，我手上有打神鞭，除了仙人无人可打，你有何苦呢？哼哼，那只不过是师尊的夸大其词罢了。我就不信这普普通通的一鞭之力能敌得过我这千年道行。哎呀，你既然连师尊的话都不听了，别废话了，直接开打吧！我让你尝尝什么是真正的仙术道法。师弟，那你我就不必多言，手下见真章吧。去死！开天珠，给我打！打前面去！天地玄黄，出金如律令，打神变出，遇神杀神！哇！岂有此理！怎么样，师弟？这下该信师尊所说的话了吧？不公平！不公平！你都打输了，有什么不公平？我修道1000年，拥有1000年道行，而你一凡人只在月虚宫修道10年，他给你个钢鞭就能打赢我，哪里公平啊？真若如此，谁还愿意苦心修道？你只知道我在玉虚宫扫了10年地，却不知道我扫地的每一天都承受着深重的黑暗与煎熬。我在想，师兄们都得道，师尊不让我扫地，是不是不喜欢我？我在想，师弟们都有法宝，我没有法宝，师尊是不是不喜欢？我在想，如果师尊不喜欢我，我留在玉虚宫修道有什么意义？我还能修出道吗？我的命运还有明天和光明吗？你只知道我在扫地，却不知道我每天都在对抗自己，承受着不公。我在想，是不是该放弃？但是我选择了相信，选择了在看不见希望的路上继续行走，选择了在黑暗中寻找光明。直至师尊到了，给了我封神榜跟打神鞭，那一刻我才看见了道。真正的道在于我们对一件事情相信而坚持，并且纯粹而没有杂质。这就是我扫了10年地能胜你1000年修道的原因，明白吗？说这么多废话有何用？别以为你有封神榜和打神鞭有什么了不起？我们封神大战决一雌雄。徒儿，我们走。等等，等等，要干什么？你我师兄弟，你犯了事情，是由师尊来处理，但他不可以走，在西岐作恶，你是阐教门下弟子，得交由我来处理。将上！你太过分了，非要与我结为死仇吗？我说师弟呀，我无意与任何人结仇，天地有正道，任何人都要对自己的行为承担因果。他嚣张跋扈、作恶多端，必受到严惩。你敢？我不敢吧？是吧？打神鞭，与我废了赵飞龙的道。师父，救我！啊！哇啊！
为了他还不行，南宫将军把他抓起来，带回西岐，立法惩治。是，带走。江少，你给我记住，绝不会善罢甘休。与封神大战见吧。师弟，如果你真的还要执迷，就在封神大战上见吧。只怕到时你千年道行就功亏一篑了。带走，回西岐。是，我会回来的。